大家好，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6年4月13日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4月10日走势的基本信息。它的开盘价是346.28，收盘价是348.95。在盘中最高价是在350.36，最低价是在342.74。那在盘中，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8个点。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不仅是在前一日 K 线最高的上方，同时也在5日均线值的上方。当日的成交量是5133.60万股，较前一个交易日量缩。KD 值我们会看到快线的方向是转折向上，双线是趋于合拢。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出现了反弹的走势。MACD 快线的方向也是转折向上，双线趋于合拢。在零轴的下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短的红柱。那这些信息说明目前股价在继续当前的空头趋势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。在4月10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上下影线的实体小绿 K 线，下影线长，它是一根上涨的 K 线，它所处的位置呢是在股价出现止跌后的反弹中。那么当日的这根 K 线我们会看到它是一个高开盘，开盘之后股价既出现了一个震荡下行，下方呢是在343附近得到支撑之后，我们会看到股价又出现了震荡上行，最后呢在尾盘的时候呢，股价又得到了拉抬，最后呢收盘价是收在了当日 K 线顶部的附近，因此我们会看到是留下了上下影线，并且是下影线长。那么收盘价我们会看到不仅是站上了前一日 K 线最高，同时也在5日均线值的上方，那说明当日股价出现了一个继续反弹的走势，但是不足之处就是当日的成交量没有出现一个增量。通常情况下价涨量缩，这是股价要回档的表现。但是呢在4月10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呢，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休息的 K 线，它的收盘价站上前高，说明这个止跌的信号被确认。那么在这个地方出现休息的 K 线之后呢，在次日如果股价高开高走，我们认为在这个地方将会有一个补量上攻的走势。如果是低开低走呢，我们也认为股价将会不管怎样，它的收盘价是站上了前高，也就是确认了止跌的信号。那么我们认为即使是低开低走呢，在这个地方也很有可能会是一个横盘的走势。所以当日这个不足之处就是成交量出现了一个量缩。好，那么对于我们从 K 线信息解读呢，对于接下来一个交易日呢，我们认为股价是走势呢是取决于开盘。如果高开高走能够在前高上方运行，我们认为在这个地方很容易出现补量上攻。但是呢如果是低开低走呢，我们认为股价将会有横盘或者有回档，或者至少是在这个地方有横盘的走势。好，那这是我们对 K 线信息的解读。接下来我们来看后续股价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讯我们对4月10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给出的两个预测是并列的，一个是股价会出现反弹，收盘价会在348附近。另外，也就是这是一个位置，另外一个位置呢是在355，这是我们说的反弹。那么另外一个可能我们说是回档，回档呢收盘价将会收在341，而实际在4月10日收盘价是在348.95。那么我们也就是实际是发生的一个继续反弹。那至于我们预测的反弹收盘在348
不仅在点位上相接近，同时呢，当日的走势也是基本相同的，并且性质也是相同的，也就是说，股价重新站上5日均线值。好，那么股价现在出现了反弹，因此呢，我们先来看日后股价的上行。对于4月13日和之后的交易日，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不变，仍然是383，在这个位置。那么在到达这个位置之前，目前呢，我们认为是从350一直到365这个区域，这个区域是一个非常敏感并且是重要区域。股价只有突破这个区域，或者说我们说只有突破365，才会有继续反弹的走势，股价才能够到达383。而383一旦被突破呢，将会瓦解这一波空头趋势。那么第二个目标就是396，第三个目标是416。好，这是股价的上行，我们再来看下行。下行的第一个目标不变，仍然是337，在这个位置。那么在到达这个位置之前呢，目前新生成这根 K 线的最低，也就是343，将会是一个支撑。那么337如果被跌破呢，将会再次出现新低，那么股价将会继续延续这样的一个空头趋势。那么接下来的第二个目标就是325，第三个目标呢是273，是在这个位置。好，那这是我们说日后股价的上行和下行。我们再来看看观察位。之前我们给出的观察位呢是前面这根止跌信号 K 线实体的下沿，是在343附近。那么股价在4月10日盘中呢，一直是在它的上方运行，因此是收在了高位。那么到了4月13日，我们要给出的观察位呢是在346，也就是新生成这根休息 K 线实体的下沿。那么我们关注它的理由，就是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盘中，如果股价能够在它的上方运行，我们认为股价在这个地方将会有反弹的走势。但是如果是在它的下方运行呢，我们认为股价将会有回档的走势。好，那这是我们关注346的理由。好，那这是我们对日 K 线图的解读。我们再来看看周 K 线图。周 K 线图，我们先来看 K 线信息。在4月6日当周，我们会看到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长下影线的实体中红 K 线。那么当然它是一根下跌的 K 线，它所处的位置呢是在股价下跌的行进中。当周的这根 K 线我们会看到收盘价跌破前低，然后成交量增。那么如果出现这样的信息呢，说明在接下来一个交易周或者接下来一根 K 线，股价将会有继续下行的走势。但是我们会看到当周的这根 K 线下影线是较长的，说明当周是有止跌的意愿，同时再有大的成交量呢，如果在接下来一个交易周股价能够高开高走，那么我们说股价将会有反弹的走势。如果尤其是也就是日后股价能够站上这根 K 线的最高，实际上就是350这个位置，367这个位置，那么我们说股价呢将会有进一步反弹的这样的一个走势，或者说是呢，一旦站上这根 K 线最高，那么也就是确认了这个止跌的信号 K 线，因为抱有大量，同时含有长下影线，不论是红 K 还是绿 K，都是有止跌迹象的，所以它的最高如果能够被站上呢，将会确认止跌成功。对，但是如果日后股价跌破了这根 K 线最低，我们会看到是337，那么我们说股价将会有进一步深度的回档，或者说是进一步的下行。
那么进一步下行呢，在周 K 线图我们会看到，这根绿 K， 也就是2025年9月1日当周这根 K 线的最低325，将会是一个支撑。好，那么从当周的这根 K 线信息解读呢，接下来一个交易周它取决于周一开盘的走势，高开高走会有反弹，低开低走我们认为将会跌破337这个位置。好，那么我们再来给出接下来一个交易周的预测。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之前我们对4月6日当周的预测。我们预测呢，如果是收在高位，将会在390附近；如果是收在低位呢，是在351附近。而实际在4月6日当周收盘价是在348、349附近。那这与我们预测的下行的这个位置啊是基本接近的。好，那么当周呢，我们给的观察位是前一根 K 线实体的上沿是在365附近。其实，在当周股价呢也一直是在它的下方运行，因此是收在了低位。好，那这是我们对之前预测的信息的一个回顾。那么我们再来给出接下来一个交易周的预测。那么在接下来一个交易周，如果股价出现反弹，我们认为收盘价将会在376附近，在这个位置。好，我们下移这条水平线。好，我们还要上移一点。好，那么如果是收在低位呢，我们认为将会收盘在342附近，是在这个位置。我们再把这条水平线下移。好，对。那么周中我们要给出的观察位呢是在349，也就是新生成这根 K 线实体的下沿。好，那么这样的话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在接下来一个交易周啊，如果是高开高走，能够在349上方运行，我们认为在这个地方将会有一个强势反弹的走势，收盘价会在376附近。但是如果是低开低走呢，我们认为在当周会有新低的出现，也就是在周中会跌破337，但是呢，收盘价将会收回到342附近。好，那这是我们对周 K 线图的解读。我们再来回到日 K 线图，我们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。那在4月10日收盘价是在348.95，不仅站上前高，同时也站上5日均线值。对于多头，通常在这个地方是要进场，在技术上是要进场抢反弹或者是做多的。但是不足之处就是当日的这根 K 线成交量是大幅的量缩，所以对于多头来说，即使收盘价的这个技术指标满足进场的条件，但是呢成交量不足，在这个地方很有可能会做头，也就是股价很有可能会出现反转向下。所以对于多头来说，在这个地方是不可以进场抢反弹或者是做多的。我们指的是在技术上。好，那么这是多头，我们再来看空头。空头目前要守的位置就是从350一直到365，那么空头现在的目标就是337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4月13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。首先到来的压力位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在356附近。第二个压力位是前高365。
第3个压力位是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，在369。第4个压力位是在383。我们再来看下方的支撑，首先到来的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，是在346到348之间，在这个区域。第2个支撑是343，第3个支撑是337，第4个支撑就是下方的这个第2个目标是325，在这个位置。好，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，我们给出4月13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4月13日我们给出的预测是分先后顺序的。第一个可能我们认为股价将会有继续反弹的走势，如果是这样，它将是高开盘，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346，上方最高会到达362。也就是在这个位置，然后呢，收盘价会收在355附近。那么如果出现这样的继续反弹，它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高开盘，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346的，满足了这2个条件，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继续反弹。第2个可能，我们认为股价将会出现横盘向下，如果是这样，它将是低开盘，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352，下方最低会到达341，收盘价会收在345附近。如果出现这样的回档，它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低开盘，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352的，满足了这2个条件，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回档。好，那以上呢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6年4月13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。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，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，谢谢大家。